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须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，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，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？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他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。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3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，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依依手，心意到了便可。
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了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所以，你还是跟着规矩，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竟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梧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箭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她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梧宫。君上一直把她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须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9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。折颜，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，啊！今日我来听这墙角，却听得很有收获。哼，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，送错了，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，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，完全没有当初他待你时的天真活泼了。我已经14万岁了。要什么天真活泼？不过呢，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。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，但机警灵敏过了头，在我面前自作聪明，我就不大喜欢了。你此番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？奴婢先去上清净，后着上神。折颜，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，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，如今，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。你也不寂寞。你当真不是在骗我？丫头，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，办了一趟事情，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。
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，于是我就施了仙法，查探了一番。结果查探下来，竟被我发现他是2个人。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，睡着的另一个如何？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。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，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，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。试问这四海八荒，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，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？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。再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我是父神养大的，从小我们2个便在一起，他的仙气，我自然是熟悉得很。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，曾嘱咐你们10几个师兄弟等他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，直到昨夜我见到他，才真正叫我佩服。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，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。师父，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，如今还有一点散，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。想必也是因为如此，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，借以调养。只是不知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？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尔，他一身的仙力，除了要供自己修养，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。日子久了，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。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，恐怕还要7、8千年。只是，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？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，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。何况这西海2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，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。丫头，你怎么哭了？这件事情，我心心念念了7万年，我真的怕又是空欢喜着。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，立即奔向西海，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？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9重天了。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。只怕你突然离开，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。来这上清净疗伤，我终归欠他人情。若是不告而别，显得我没度量；若是去告别一番，罢了。夜华君，多谢这几日的招待。倩倩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。他可还有什么话吗？一句话也没有。
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，红肿着一双眼睛，也来不及看眼小殿下就走了。去吧。他不是刚来吗？怎么忽然又走了？有件事，他会请求去处理。哦，那你心情无碍吧？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。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棘手二字？就你那表妹，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，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，能管住她的，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。我都摔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们还不罚我下凡历劫吗？听说这个东西很值钱，我就摔它，这样总该可以罚我了吧？公主，公主，这个不能摔啊！若是摔坏了，就酿成大祸了。让他摔。太子殿下，三殿下。表哥，你就这么想见东华帝君？我都1个多月没有见到帝君了，我想见他，我也想陪他去历劫。凭什么那个青丘白凤九就可以陪着他，我就不可以？我明明也是公主啊，我还是你太子夜华的表妹。你是不是不惜一切都要去见他？对，不惜一切。那你就摔吧，摔完我罚你下凡历劫20年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不是让你来劝这小丫头的吗？你怎么就让她摔了呢？明明知道是求之不得，却还不惜一切要去试的人，这天下能有几个？我为何不成全他？今天这一个个都怎么了？怪里怪气的。三叔，我真的要下凡历劫了。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快别耽搁了，赶紧去找你那位求之不得的东华帝君吧。好嘞。小殿下，再耽搁不得了。如今2年已过，帝君对你更是视若珍宝，一颗心都放在了你身上。这几日你就要想个法子，将帝君的心伤透，让他老人家的情节顺利过去，这才能让你早早回到天宫啊。淑妃娘娘，太子殿下，娘娘为何愁容满面的？太子殿下看起来也不太高兴。自师父走后，我常常想起他的教诲。方才拿出这柄扇子，越发睹物思人了。师父啊，你是说那个道姑啊？姑姑收的这个徒儿还真不错，到了今日还在念着他。殿下可否借这把扇子给我一看？啊，好。殿下可知道这把扇子的名字？师父临行前只将此扇留下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太子殿下的师父曾在宫中也与臣妾闲聊过，他说过这把扇子的来历，此扇名叫破云扇。破云扇？昔日绍兴还是青丘狐狸洞婢女时，姑姑曾将此扇交与她防身。虽然如今已与绍兴断了主仆情分，却又将此扇送与绍兴的亲生儿子。看来姑姑心里是原谅他了，
真是个口硬心软的人啊！此扇乃神器，还请太子殿下妥善保管。神器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扇子，扇子，太子殿下一时没拿住扇子，没拿住扇子。一个扇子有多大，竟会拿不住吗？你怎么会扑到他身上？这扇子是把神仙扇子，我拿着它扇了一下，它突然变大了好几倍，吓了我一跳，我就把它扔出去了。啊，对，太子殿下一时着急，然后我就拉了他一把，我们不小心被这凳子给绊倒了。住口！把他们俩给我看住，本宫要去见皇上。住口！陛下，臣妾说的句句属实。方才臣妾与众嫔妃经过御花园，当真看到陈淑妃与太子抱在一处，还狡辩说这扇子是神仙扇子，拿着扇子扇了一下，这扇子就变大了好几倍，还说太子殿下一时没站稳，就把扇子扔了出去，陈淑妃却拉了太子殿下一把，就被凳子绊倒了。陛下，这扇子就在你面前，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呀？朕最后一次告诉你，这些话，倘若再从后宫任何一个人的口中说出，都是死罪。你也一样。没有陈淑妃替朕挡了那致命一剑，朕早已丧命。她待朕之情，远胜过你们这些后宫争宠的女人。淑妃现在关在何处？在天牢。胡闹！父王，父王，你要相信我，儿臣是冤枉的。父王，儿臣冤枉啊！冤枉啊，父王！父王！只要你认了和太子私通的罪名，对帝君的打击是可想而知啊。一个是信任多年唯一的儿子，一个是朝夕相处心爱的妃子，绝妙。比戏文里的还绝妙。照你这么安排，我姑姑算是白来一趟，依旧是后宫妃子和元贞私通，害得他们父子离析。再怎么折腾，也折腾不过原定的命数。先莫管着元贞了，全了帝君要立情节的心思才是最重要的。参见陛下。父王，元贞是冤枉，儿臣冤枉。开锁。是。小殿下，切莫心软，否则回了九重天，帝君要怪罪你我的。秋儿，朕带你回去。臣妾，臣妾。说
说你和元贞有私情，快说！说你和元贞有私情，快说！不用再说了，朕相信你和元贞。陛下，臣妾与太子。臣妾与太子殿下。不要怪朕，朕知道是后宫纷争伤了你，怪只怪朕在认识你之前就有了那么多嫔妃，又有了子嗣，不然朕只愿和你一人相伴。是臣妾错了。臣妾知道，在民间，在朝臣口中，我都是个魅惑君王的妖姬，害得陛下也被连累骂作昏君。这些话就留给后世去说吧。朕无惧，亦无悔。你看我这眼角纹路画得如何？可显苍老了。小殿下，生老病愿赠会，爱别离求不得，人生六苦一样也不能少。倘若帝君知道我帮你动了他在凡间的气运，你我都是大罪。可是我舍不得。舍不得让他受这份苦，舍得舍不得，岂是你能做主的？小殿下，这便是命数。陛下，宫中早有传言，陈淑妃对你不忠。是臣妾想尽办法才将这些风声压下来。陛下可以不相信臣妾，可今日宫中几个嫔妃都看见他们二人躺在御花园的地上，还扯出擅自的谎言。陛下，臣妾求你不要再被蒙蔽了。这个铜铃，自你与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时时带着它。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在汤池突发心疾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淑妃娘娘，好巧啊！巧什么巧？要是被父皇看到了，你我脑袋就不保了。
小强子，小强子！父皇，九儿，你可有什么要对朕说的吗？臣妾无话可说。朕命你马上回宫。今夜的事情，除了我们三个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，更不会有任何人提起。来人，将这贱人给我带下去！他不配留在此处。陛下，你从来不肯相信臣妾，这女人就仗着救过你2次命，在这宫中做了多少令人不齿的事情啊！陛下，走，陛下。小殿下，小殿下，你只要记着，那皇帝便是帝君，待他18年后在凡间一死，回归仙位，不就又是帝君了吗？小殿下，何苦呢？思明，你不懂，帝君只有在凡间才是我的夫君，一旦到了天上，他就不会对我这么好。你说，他还会记得在凡间对我说过的话，对我做过的事吗？帝君来这凡间走一遭，就是为了体味尘世六苦，又怎么会忘记呢？也对。不过虽是记得，你二人的关系也不会有何改变了。凡间短短20年，对帝君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听我一句，只当力竭，尘世情缘尘世尽。尘世情缘，尘世尽。
别开玩笑，这可是青丘小殿下，无动所念，无动所念。你怎么了？无妨。你还没给我呢。忘了。丧龙钟。陛下，不对啊！按照运部上，帝君不该如此死去。莫非真的是轻伤过重，伤心欲绝？什么？他死了？看来帝君是力完了人间的情节。小仙回九重天了。司命，我还能再见到你。司命。你要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忘记这2年。此花很美，不知为何，这每次看到你额间这花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朕还你个拜堂礼，就按民间的习俗，再和你成一次亲。曾遗憾错过，桃花飘落，暗香藏苦涩。这宫中没有人敢再为难你。勾起眼底的寂寞，对你的难舍，任沧桑淹没。3006年，心事很落魄。凄凄思妇，心碎到奈何。剪不断纠葛，越想忘记越深刻。忘了，醉了，以为放下了，却在梦醒后想起你，泪滑。不是吧，我才刚下来啊。小仙见过帝君。你来的倒是快。帝君提前回归仙位，是小仙的疏忽，自然是要赶来请罪的。为何定好的60年，生生少了18年？这个也会出错吗？寻常凡人的气运一般是不会出这么大错的。许是帝君仙位尊贵，运部无法掌控，又许是……说。
有许是这人间六苦太苦了。你是想说，本帝君与青丘白凤九的情节太苦了吗？小仙不敢。本帝君方才归位，这九重天上的人就都急着赶过来了吗？太子殿下，东华帝君，太子殿下，请。不必了。我只有2个问题。哦，殿下问吧。神仙之间度修为，是否一定要神之草？不错。帝君可曾和东海瀛洲那4头神兽交过手？并未交过手，但300年前青丘狐帝白芷为了拿到神之草，为白浅度修为救命，曾与那4头畜生恶斗过。神之草虽然拿到手了，但也受了重伤。这4海8荒能与狐帝修为比肩的，没有几个。本帝君算一个，或许殿下你也可以试一试。多谢帝君，告辞。你问这些可是为了墨渊？帝君如何知晓？我不只知道你问这些是为了墨渊，我还知道青丘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。天族寻找墨渊上神已7万余年，帝君既早已知晓，为何不早早说出来？当年弱水一战是何等惨烈，想必你也听说过。可再惨烈的战事，经过了7万年，也都淡了。唯独让本帝君印象深刻的，是司音上仙抱着墨渊的仙身，浑身是血，坐在弱水河中，声嘶力竭的痛哭。那时本帝君还不曾尝过什么是人生6苦，自然看不懂司音上仙所作所为的意义，只是觉得他身为昆仑虚弟子，修为不够，徒增烦恼。后来又听说，司音和墨渊的仙身消失无踪，也颇觉得好笑，觉得这位昆仑虚弟子太执着生死，并不像修道的仙人。没想到今时今日，本帝君反倒有些理解了。看来这下凡历劫一趟，还是有所收获的。帝君明白了什么？墨渊死就死了，受不受香火又能如何？他生前最宠爱的弟子就是司音，死后葬在司音的家乡，日日与司音相伴，一定会比葬在无望海好上许多。你说是吗？本君不是墨渊上神，自然不知他如何想的。本君还有要事处理，先告辞。夫君，你怎么又将这结棚灯拿出来了？你当初不是说这灯一直燃着，娘亲就会回来吗？如今娘亲已经回来了，这灯还有什么用吗？夫君得将这灯送到一个地方，有人等着用的。那夫君快去快去，要用灯的人一定等得很着急。夫
君送完的能去找娘亲吗？阿离，你的娘亲是青丘女帝，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不可能日日陪你在天上。阿离明白，只是阿离好想念娘亲。东南西北四海的水军，我印象最淡的便是这西海水军。当初与大师兄闲聊时，他说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，近2代的西海水军都为人十分低调，才令得西海一族在四海八荒都没有存在感。唉，就是这么一位低调多年的西海水军，却为他大儿子做了一件很不低调的事情。他儿子不是已经病了600年了吗？儿子病了，请人来医就是了，能做什么呢？这600年前，西海水军为了治他儿子，四处张榜告知。水军，小仙告罪。海将军，水军，马上派人张贴告示，告诉天下人，有谁能治好小儿之病，本军有重重赏赐。是。大皇子，快点，迅速将榜文昭告四海八荒。你为何要凑这个热闹？哼，就在前些日子，你四哥偶然间听到你大师兄提起这件事情，自然就想到了我，要我去帮一帮他。难怪这四哥看在大师兄的面子上找到了你。你以为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出来呢？冥冥之中，也算是大师兄帮着师父找到了你。若不是你，怎么会那么容易找到师父的魂魄？冥冥中自有注定。若要墨渊的身子骨恢复得顺遂，那蝶庸的身子必须好好照料。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辛苦你了。这本就是我该做的，谈何辛苦？上神走时说要带位仙使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。这位仙使是专门负责料理大皇子那种病患的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就由他来照顾大皇子。那就有劳仙使了。好说好说。二位请。二位上神。前面就是小儿所住的福音殿了。不妥。仙使，什么不妥？莫非对小儿的病有什么？回水君，小仙只是想到一件事情，非常紧急。啊，但说无妨。是这样的，小仙方才想到，调养之事需要十分的清静，可否方便水君立个规矩，从明日起，
包括水军本人，不要靠近这里。好，夫人，你先回宫，我独自带二位上神入殿就行了。二位请。怎么了？我怕碰见大师兄。西海水军，不知二皇子现在身在何处呢？哦，昨天昆仑虚来了信函，说蝶峰已经到了那里，这2天恐怕回不来。二位请。回不来，哪怕他回来了，如今墨渊都要醒了，害怕碰见你大师兄啊。再说吧。请。你眼下定是想急着见到墨渊，但又害怕见。去吧，你都等了7万年了。仙师，这个就是我的大儿子蝶雍。蝶雍，立在你面前的这位锐气千条的仙师，便正是折颜上神座下守五区一指的弟子。今后，你的几百年不遇的顽疾，便全权仰仗这位仙师来打理了。多谢仙师。这脉象，不虚不实，不缓不红，不浮不沉。正如折颜所说，再正经不过的脉象。仙师，小儿的病，有劳水君去殿外面等等我，我等一下要使用仙法，探究一下大皇子的病根。这仙法需要清静。是。师父，之前就听折颜说过，师父您在这。徒儿终于找到您了，徒儿来晚了，师父。哭什么呀？难不成我这病没治了吗？就算没治了，你也用不着伤心的哭啊。别哭了，医不好我不怪你就是了。我是喜极而泣。你这人
我原本以为你是心肠软，不曾想你看到我受苦却很开心呢。也没有多开心。大皇子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直言说的没错，若仅靠着蝶雍这副不大健壮的身子骨，师父少不得需要调养7、8千年才能真正醒过来。不过，若能借得天族的劫魄灯一用，再将我身上这14万年的修为渡他一半，便能助师父早日醒来。看来，还是要回一趟九重天，亲自见见天君了。折颜上神呢？折颜上神说有些要紧事要处理，让仙使先留在西海，明日便回来。那你们水军呢？方才有贵客至，水军前去大殿迎接贵客了。若是些微小事，仙使尽管吩咐婢子们就是。那去迎客大殿，带我去见你们水军吧。其他人留下照顾大皇子吧。是。仙使，请随我来。仙使，请。阿丽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她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她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？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？四海八荒，身在何方？岁月该如何安放？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。就是你为九牧云留下的吧？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白起，你的心里面可有半点我的位置？你等了他7万年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的心中当然没有别人的位子。是我妄想了。你说的这个人，可是我师父。我师父回不回来，与你有何干系？而且师父的事情，仅有我、四哥还有折颜知道。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是折颜告诉我的。我还知道，你为了让他早日醒来，需要劫魄灯。告诉我，你拿了劫魄灯之后，还准备要做什么？去瀛州，拿神之草。然后将自己的修为炼成丹药，给蝶雍服下。不出3个月，我师父便能醒过来了。
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，就能轻易取得神之草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取到那神之草。我知道，看守神之草的4头凶兽异常凶狠。当年，就算是我阿爹去，也弄得伤痕累累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去吗？我当然要去啊！为了他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夜华，你此番来得正好，我刚好有事要与你说。我们那纸婚约，不如就此废了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就听说，天君会传位给你。我也知道，继任天帝天后，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、9道天雷的大业。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，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，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了。其实当初，你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，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，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。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，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。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，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了。我明白了。今夜你来我房中一趟吧。解破灯不在天宫，在我手上。原来真的只是我在妄想。可是我欠了你多少，你又欠了我多少？怕是早已乱成一团，理不清。
生三世恍然如梦，许的年风干泪痕。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